爷爷在旁边睡觉，奶奶却把他的衣服全烧了。这是2014年看哭整个韩国的催泪纪录片。奶奶今年89岁，爷爷今年98岁，携手走过76年人生的他们，就是爱情最美的样子。秋天时，他们一起清理院子里的落叶，刚扫几下，奶奶就对爷爷撒娇说自己眼睛痛。爷爷也总是宠着她，一个人清理院子，却忽然玩性大发，捧起地上的落叶撒在奶奶身上。奶奶也不甘示弱，就这样，刚刚扫好的院子再次变得一地狼藉。见奶奶生气，爷爷连忙摘来鲜花哄她高兴。奶奶高兴地收下花，替爷爷别上2朵。爷爷夸她像小女孩一样美丽。奶奶说爷爷像哄小孩一样哄自己。晚上奶奶不敢一个人上厕所，就拉着爷爷一起。她让爷爷不要走开，让他给自己唱歌。爷爷的回答永远只有一个字：好。秋天的晚上有些凉，爷爷站在厕所外面，用歌声挡住黑暗。奶奶夸爷爷唱得真好，问爷爷冷不冷，爷爷则说陪着奶奶有什么冷的，他满不在乎，歌声却更加得意。爷爷和奶奶上山砍柴，为即将来临的冬天做准备。以前能轻松干完的活，现在却累得气喘吁吁。稍稍休息后，他们一起往家的方向走去。今年的初雪下得很大，在家门口堆了厚厚一层。奶奶有一个偏方，吃了初雪听力会变好。爷爷吃了一大口，告诉奶奶山那边的声音自己都能听见，也让奶奶吃一口。冰凉沁润的雪在口中化开，奶奶被爷爷逗得开怀大笑。他们像小孩一样打雪仗堆雪人，一片白雪中穿着情侣装的他们就是最美的风景。奶奶撒娇说自己手冷，爷爷就捧起奶奶的手替她喝气。来到屋里烤火，奶奶说他们刚认识的时候，10岁的她遇见来家里做工的爷爷，奶奶就一天到晚的跟在他身后喊着大叔大叔。爷爷9岁时父母双亡，一个人辛苦的讨生活，直到他来奶奶家做工入赘，跟在身后叽叽喳喳的小女孩成了他的妻子。爷爷说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感觉到孤单，别上珍贵的胸针，穿上崭新的情侣韩服，迎接外地归来的儿女。只有在春节，小小的房间才会被欢声笑语填满。冬雪消融，漫山遍野开着野花的春天，奶奶采摘新鲜的小菜，做爷爷爱吃的菜。洗菜时被莫名溅起的水花弄湿衣服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是爷爷在用石头捣乱。奶奶回到家，拿着水盆反击爷爷，两个人在院子里玩得不亦乐乎。尽管被浇得浑身湿透，爷爷的脸上也仍旧充满笑容。院子里有2只狗，一黑一白，憨态可掬。闲下来的时候，他们在院子里逗逗狗，爷爷也会唱歌给奶奶听。2个人在午后的阳光下手舞足蹈，2只狗是他们忠诚的观众。奶奶说下辈子自己要当一只黄鹂鸟，在高高的山上唱个不停。爷爷却说能吃的鸟才是好鸟，然后颤颤巍巍地走向厨房做饭。爷爷忽然开始整夜的咳嗽，吃不好也睡不好，奶奶替他顺气也无济于事，整个人消瘦得厉害。以前他们为了省电，总是早早关灯睡觉，可爷爷却开始让奶奶开着灯睡觉。他想多看一眼奶奶，看一眼就多一眼。奶奶替爷爷洗好澡，2人手牵手来到集市，在内衣店买了6套孩子的内衣。原来爷爷和奶奶一共孕育了12个子女，可因为战乱、瘟疫、疾病，只活下来了6个。奶奶和爷爷约定，无论他们谁先走，都要把这些衣服带给孩子们穿。奶奶替死去的孩子们一件件分好，她又开始抹眼泪。爷爷带着奶奶来到河边散心，去山上摘最漂亮的花，镜子照映着小院里夏天的样子。夏天来了，奶奶的生日也到了，儿女们做了一大桌子菜，点燃生日蜡烛。奶奶又长大了1岁，可大女儿却在这时指责哥哥不够孝顺。父亲生病的时候一通电话都没有，2人大吵一架，还差点动起了手。爷爷和奶奶坐在一边不知所措，他们虽然老了，却并不想成为儿女的拖累。奶奶的生日不欢而散，这个夏天还没过完，家里的白狗就死了。下着小雨的时候，奶奶亲手埋葬了它。할머니가 네 찾을까봐 근심했더니 엄마가 먼저 갔다. 먼저 가고 할머니 내좀 또 가겠지. 奶奶的膝盖更疼了，爷爷陪她去医院检查打针。奶奶埋怨爷爷为什么不在打针的时候哄哄自己。爷爷替奶奶揉着膝盖，他的耳朵已经大不如前，身体也是。回家的路走走停停，晚上也咳得更厉害了。他起不来床，吃不下饭。医生说爷爷年纪大了，吃药也没用，就让他平安地度过生命的最后时间吧。
奶奶寸步不离地守在爷爷身边，赶来的小女儿在爷爷身边哭成一团。可爷爷的回应只有停不下来的咳嗽声。大儿子给兄弟姐妹打电话，让他们回来见父亲最后一眼。他拉着爷爷的手向他道歉，可哪有父亲和儿子计较的？外面的雨越下越大，奶奶收拾爷爷的衣服带到厨房烧掉。70多年来，一直是奶奶帮爷爷整理衣服，如今她也要替爷爷整理在那边穿的衣服。精壮的少年变成瘦骨如柴的老人，奶奶摩挲着爷爷的皮肤，一个人偷偷流泪。她不敢想象失去爷爷的生活。爷爷变得更瘦了，肋骨根根可见，就连咳嗽也没有力气。医生下了最后通牒，他的生命已然进入倒计时。奶奶也一个人走过江上的桥，一个人回到家，把爷爷的寿衣清洗干净晾晒。院子里又出现枯黄的落叶，只是今年没有人陪他一起打闹了。奶奶躺在爷爷身边，爷爷连睁眼看他的力气也没有。今年的初雪并不大，可爷爷却随着初雪一起留在冬天。他就这样躺在那里，不会动，不会笑，身上穿着奶奶为他准备的衣服。爷爷的坟冢边，奶奶将孩子们的衣服烧给他，把春天的外套烧给他，把夏天的背心也烧给他。奶奶告诉爷爷自己要回家了，刚走出几步，又忍不住回头看。他坐在一边放声痛哭，他多希望爷爷不要跨过那条划开生死的江，他却还是先走一步。爷爷在大雪纷飞的时候娶了奶奶，让他再也没有感受到孤独。他也在大雪纷飞的时候离开奶奶，让他的人生只剩下思念。影片真实地记录着一对年迈夫妻相濡以沫的日常，也正是因为这份真实，才格外打动观众，让我们看到爱情最完美的样子，不过是摘下一束花别在耳后，整理好一年四季的衣服，鲜艳的情侣装和紧紧牵着不放开的手。